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今天想分享一个极度冷门的题材——拍行星。什么是拍行星？没错，就是这么冷门又浪漫的兴趣。昨天9月8号，土星达到冲的位置，但高雄昨晚下雨，所以看到今天没有下雨。下班后，我立刻回家，冲上顶楼来拍摄。话说当初买房，房仲还说顶楼很好用，我可以烤肉，可以搭帐篷看星星。先打开 App StarWalk 2找一下土星的位置。Google 也有出一个 Sky Map 可以用，结果太早了，毕竟太阳才刚下山，所以土星现在位置刚好被隔壁大楼挡住，只好晚点再上来看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在架设相机准备时，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土星冲。土星就是图中的 Saturn。话说我学到 Saturn 这个单字，是因为我买的第一台次世代主机 Sega Saturn， 知道的应该算老人了。土星冲就是指它跟地球与太阳依序排成一条直线，冲就是相反的意思。它跟太阳刚好处在相反的位置，所以太阳下山后，土星上升。这个时候也是土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，然后又因为土星环被太阳照亮后向后方散射，土星会比平常更亮更好观测。真的是只要天气好，在任何地方都拍得到，这怎么可以不拍？它的亮度真的很高，所以手机都看得到，只是倍率不够高的话，怎么拍都只会是一个小点。今天依然是请出我器材中最强的望远相机Nikon P1000来拍摄，这是一般人最简单能拍到土星的工具了。有了拍摄工具后，最主要克服的困难有2个点。第一个是找寻目标，土星今天很亮，算是非常好找，只是在长焦下稍微晃动或是想要锁定脚架，都有可能一个晃动就在取景框范围内消失。如果你有用过超长焦的话，你真的就懂这个体会，然后就要一遍遍再重新寻找。第二个困难的点是对焦，拍天体就不要想着自动对焦了，老老实实用手动对焦最稳妥。接着看看实战演示。拍行星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，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在器材，因为你如果没有长焦的话，你根本连看都看不到，它真的太小了。然后你看，其实曝光值的话，并不需要非常高的 ISO 或是很长的快门，因为其实行星是非常亮，它就是很小而已。因为这个相机的预览它会跟 ISO 有关，所以我会先把感光度调最高，这样才可以比较轻松找到星星在哪里。不然看画面其实现在也是看不太到星星的，稍微拉近一点，还是没看到的。有，这边就看得到一点了。看到之后就慢慢推进，慢慢推进。好，3000毫米，这是我的极限了。然后锁定脚架，因为3000毫米实在是太远了，所以一点点的改变都会大幅的影响它的构图，所以这个要抓一下感觉。然后确定在画面里之后，就可以把感光度调到最低了，因为这个画质最重要，它其实是够亮的，而且 ISO 越低，画质越好，才能保留住土星它上面的纹理。因为土星现在是往右上角跑，所以希望它一开始是在画面的左下角，它才会慢慢的维持在画面当中。然后手动对焦，放大4倍，方便你准焦。这边就是自己尝试峰值对焦，这个已经没有用了，你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找到最清楚的那个样子。对，就像这样，这就是土星今天最清楚的样子。看一下。哦
现在就是今天的土星冲啦。而且今年特别的点在于，火星环几乎是处于平行的，所以拍出来会像是一条线。虽然我觉得拍出环比较酷，但是一条线也是蛮有趣的。对了，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你看到网络上的那种高手拍的行星照片，其实都不是直接一张照片拍出来的，而是需要录影再叠图。再讲下去就有点复杂，就不教学了。今天的土星在我的能力范围下，成品就像这样子，是不是有种本来想说点什么，想想还是算了的感觉？之前我也曾尝试在高雄市区顶楼拍摄深空摄影，像是猎户座大星云、七姐妹星团、ZTF 彗星、码头星云，这些都是在前租屋处顶楼拍的。所以我的确买房的时候也有被顶楼可以使用这个所吸引。拍深空摄影，为了要榨取那一点点的光，背后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玩恋与深空，做幸福女人；拍深邃星空，也能做幸福男人。另外跟大家宣传一下，高雄市天文学会，他们不定期都会办一些活动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他们的脸书。有的时候他们会联合学校的天文社，举办大型的天文活动。有的时候会举办路边天文，就是一位讲师自己带着一支望远镜来分享。像今天我也有去参加，这其实不需要报名，大家路过就可以直接去看。适逢中秋节，加上月亮的确是最简易观看的星体，所以一般应该主要都是以看月亮居多。但是我早就用各种器材把月亮拍过无数次了，能完整拍到满框的月球，早已经不是我现在所追求的。现在已经能直接拍出这种程度的月面，应该已经大大超出用肉眼透过望远镜看的感觉。但是一般人都不会有这种设备，现场的小朋友都还是表现得非常兴奋。真的很佩服这种无酬、单纯为了分享冷门兴趣而行动的人。咦，无酬拍 YT 分享冷门兴趣，不就是我吗？有看到月球右边的光点吗？我把月球跟土星用实际的比例放在同一个画面里比较，可以看到土星还是一个小点，就可以知道要拍摄行星的门槛真的很高。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再帮我订阅按赞哦。可以的话留个言跟我对话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。房子的改造还在持续中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咪咪。咪咪。